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让我先去发一些通知，然后 Discord。好，看看是什么。沙发，下午3点就沙发了，到位，应当是谣言。不过其实开源也不错，这个不是谣言啊，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欢迎新会员，发小扳手。这几天都在画宫崎骏封的 OpenAI 图画，但我看吉卜力出来发律师函了，但是不是发给 OpenAI 的，是另外一家公司去做的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关于画宫崎骏风格这个画呢，有2件事情需要跟大家说啊。第一个呢是，你画了以后这个版权的问题啊，你上面写着我是用宫崎骏吉卜力风格去画这件事儿呢，其实是有点侵权的。啊，因为人家那个也是一个商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OpenAI 有的时候会拒绝服务啊，就是你说要求画宫崎骏风格的画啊，他有时候会拒绝服务。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改成画吉卜力工作室风格的画啊，就得到一样的效果。这块儿它一般会通过的，就指名道姓有时候会有问题啊。板凳也挺舒服啊，欢迎站着围观还锻炼身体啊，欢迎欢迎。人呢？人在这里呢。第一次参加啊，好吧，我们又重新开始这个梗了。那么让我去找一下今天的稿子。今天呢，主要是要讲一下安卓到底是不是要闭源的事情啊。让我看一下我的稿子哪儿去了。哎，我的，他这个怎么？糟糕，这个我的稿件哪儿去了？我是明明写了稿了啊，这儿呢。稍微等我1分钟啊，这个今天的准备稍微有一些小问题啊，原因是北京在降温，所以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感冒。但是赶上一个跟开源有关的话题呢，还是愿意跟大家好好的去分享一下的。嗯，这样嗯，这里好，准备好了啊，实在抱歉。小本本就不要了啊，这个咱们讲到哪儿算哪儿。好，今天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开源和闭源的事情。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安卓真的闭源了吗？谷歌是不是要卸磨杀驴了呢？首先，咱们看一下披露的途径啊，这个就每一个这种新闻出来以后，先要讲一下披露途径。
它呢，首先是外面有传闻说安卓要闭源，其实这种传闻一直在走，因为安卓的开源一直都不是那么让人满意啊，就是它一直是，说是开源吧，但跟正常的开源又稍微有一些区别，对吧？而且这些年来，它的开源层次或者开源的开放程度是在逐渐的缩减的，越管越严了嘛，啊，所以一直外边有传闻，到2025年3月26号。谷歌向科技媒体 Android Authority 确认了这个调整，说我们确实是要进行一些调整的。谷歌计划在本周晚些时间发布正式公告。现在呢，应该是谷歌做了一些回复。谷歌的官方回复说呢，安卓不会闭源，但开发过程将完全转移到内部。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待会儿咱们再去解释。现在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解读纷至沓来，有人就讲说谷歌闭源了啊，有人说谷歌你卸磨杀驴，原来你靠开源的方式吸引一大堆厂商跟你去做安卓，对吧？现在等大家都上了船以后，你就准备闭了源，然后找大家收授权费了吗？啊，还有人说啊，谷歌你现在虽然还承诺开源，但是可能过2天就没人管你了啊，因为这个 Oracle 收购散以后，原来这个 Open 应该是它那个是有一个叫 Open Solaris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 Oracle 承诺说我要继续开源啊，但是承诺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任何东西啊。这个说谷歌你是不是也想照这样玩啊？还有人在讲说，哎，是不是鸿蒙出来了以后，谷歌就破防了啊？这个华为鸿蒙好厉害。还有人去讲说中国手机厂商都危险了啊，谷歌这个准备要收拾你们了。这个就是现在各方的一些传言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首先要注意啊，开源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说我把源代码扔那儿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原来我们在猎豹移动的时候干过这个事情啊。当时呢，突然说我们要开源啊，就直接把猎豹啊，这还是金山吧，金山的安全管家就直接给开了。然后把这个源代码打开了以后，往 GitHub 上一扔，然后就等着大家夸奖。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人理我们啊，然后不但没有人理我们，还培养了一堆竞争对手，对吧？因为你一旦开源了软件以后的话，这个软件没有一个社区跟着，然后没有相应的文档啊，这样的开源系统，它其实只有你的竞争对手是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的，其他人压根儿就没这个兴趣，也没这个功夫去看的啊。所以后面包括像腾讯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其他公司一些产品都是以这个开源系统做的，但是整个开源社区并没有起来，所以开源的过程非常非常复杂。开源一个项目，它通常是跟整个开源社区一起成长起来的。它不光是要把软件拿出来，还是要把它很多的文档开发的一些过程都要拿出来，对吧？大家要向他去提意见，提了意见以后还要去这个回应这些意见，然后还要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修改。还要允许其他人去贡献代码 pull request， 对吧？就是说我要求你去拉一下这个代码，然后要提出这种要求，然后要审核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把源代码扔出来就算开源了啊。但是呢，同时开源也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你说把源代码扔出来算不算？它也算，对吧？虽然不够完整，但它也是开源。有做的好的，有做的不好的。像刚才我讲猎豹那故事，它属于做的不好的。对吧？安卓呢，其实一直这些年来算是做的不错的。谷歌在整个开源圈子里头都还是算做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啊，那么现在在这个上面就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安卓系统呢，其实一共是分3个部分啊，咱们不说这些大家定制的安卓系统，就是谷歌拿出来的安卓系统，其实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Linux kernel 啊，这部分呢是这个，就是它是最严格的许可啊，谁要使用 Linux kernel，你必须要也开源，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要求啊。然后是 AOSP，也就是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啊，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真正叫开源安卓。实际上这块呢用的是阿帕奇的这个协议，相对来说呢要宽松很多，就是你用了这个协议以后啊。这个我们也开源了啊，然后你拿去随便商用、随便改、随便分支，我都不管你。前提呢是你只要别改我的名字啊，你叫 AOSP 来的，你不能改了以后说我自主研发、自主产权啊，跟你没关系了，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其他的什么 logo 啊什么这东西你给我留好，你就随便了啊，这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其实在整个开源圈里一直是受并购的啊，为什么？因为按照 Linux 的那个协议来说，你谁用了我们的这种核心，你就应该也要去用它同样的协议，而不能说你用了我的核心以后，你换了一个开源协议，这事儿是不允许的啊。我记得我应该是在2014年去旧金山参加谷歌 I/O 啊，然后我们坐在厅里头等着上面皮彩讲话呢，对吧？突然就有一个老兄冲进来，然后举着大喇叭说：“你们就是邪恶的，你们就是干坏事儿，对吧？”上谷歌 I/O 里闹场，他就讲着，因为谷歌老说自己不作恶嘛，那么安卓的这个 AOSP 的开源协议啊，实际上就是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大家觉得你已经开始作恶了除了这个叫 AOSP 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 GMS 啊，叫 Google Mobile Service 啊，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闭源的啊，就是我们用的什么 Google Play 啊、Gmail 啊、谷歌地图啊、什么谷歌的这个什么通讯录啊、日历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头，对吧？这个 GMS 呢，你是必须要去跟谷歌签协议啊，说我签个协议，然后呢，我们做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我们修改这些代码是跟安卓系统相兼容的，然后我们愿意去使用 GMS， 然后谷歌通过审核了以后，再把这个部分发给你你就可以去使用谷歌的全套的服务了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完整的安卓实际上分这3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AOSP 的这部分那么 AOSP 到底还开不开源按照谷歌的说法，继续会开源这个只是呢，它的开发过程不再开源了刚才我们讲过，什么是这个真正的开源项目的一个管理过程？随时提意见有人回复。在这点上呢，咱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马斯克 XAI 的这个Grok 1，它也号称开源了。然后再有人提意见，从来没人理他，对吧？然后这个没有任何人去回复这些东西。然后马斯克还把他的 X.com 的推荐算法也开源了。然后这个东西有任何人提意见，也没有人理他这个呢都属于不完整的开源，或者说有些人讲它叫假开源这个都是这样的。然后要随时的提交 pull request 就是这个我改了你代码了我觉得这样改了更好，然后请你把它这个合并进去，让你提这种申请这个咱们继续讲马斯克这个依然也是从来没有理过任何人的，对吧？像他的这个 X.com 的推荐算法开源了多长时间了我前一段时间还上去看过就是所有的代码都停留在开源的那一个时间点上，然后 pull request 也好，然后 issue 也好，就是提的各种问题也好，就是在他刚开源的时候还有人提，然后因为也没有任何人回复，也没有任何人理他，对吧？这个后边也就没人理他了也没有人愿意再去跟他们打任何交道了这个都属于假开源。然后这个正常的开源，大家提了意见了，提了 pull request 以后，就会有一些人去回复这些问题，会有一个审核机构很大的很多数的这个社区是进行社区审核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社区我们这个社区里头慢慢的去有这种核心贡献者，有一些人可以审核，审核通过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些代码合并到这个系统里边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不断的有这个小版本的迭代。你像我们有时候使用一些开源系统，我们也上去去提问题，去说，这个里头哪儿不好使，那儿有一个 bug或者哪个地方我帮你改了改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给你回复说，我现在有一个小的更新，你可以拉回来试一试，对吧？这个都是以天为计算，因为全世界的范围有时差嘛，就是你今天提了要求，可能明天后天就给你改回来了，对吧？这个使用开源软件还是挺开心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大多数的就是正常的开源系统的一个更新过程然后呢，这些开源系统也会定期的出这种发行版本不是说我始终就是这种小零碎的版本往前走它每过一段时间会出一个正式的版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那么 AOSP 呢，为什么一直有人骂它这前面的其实它整个的开发过程也没有那么开源因为它的所有的 pull request 就是你要求去
贡献代码，对吧？必须是经过谷歌审核的啊，不是一个社区审核。而且这个审核的过程呢，非常不透明啊，也经常的把别人的代码都拒绝掉。而且呢，谷歌也说了，说安卓系统是由谷歌领导的，虽然我开源了，但是整个的项目方向啊，整个的这个代码的审核都是由谷歌负责啊，你们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参与到这个里边来啊，一定是谷歌员工啊，我们派他这个工作，他才可以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呢，AOSP 一直不是一个完全开源的系统。它呢，内外还有2个版本一起在推进啊。内部版本呢，通常要更新的快一点，因为一堆的工程师坐这儿拿着谷歌的薪水给它开发嘛。然后外部的版本呢，一般会比内部的版本更新的要晚一点，但是也还是在不断的更新啊，每天或者每过几天都会更新一些。而且呢，这个外部版本呢，也会接收一些这个 pull request，就是要求去更新代码，要求人家贡献代码进来，他们也会去把它加进来啊，这个都是存在的。什么人经常会往里贡献代码？我跟你讲，就是芯片厂商。比如说你设计一新的芯片啊，然后你也会拉一些代码上去。这样的话，谷歌就可以把这个代码合并进来啊，你这个芯片上的一些新特性，它就直接有了。这个还是需要外部贡献的啊，不是谷歌自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的，对吧？那么在发行版本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我说安卓我要发14了，或者要发15了，那么谷歌的工程师呢，需要对内外2个版本进行合并。要把这2个版本变成统一的一个版本，那么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安卓系统现在体量已经非常大了，对吧？外边这个这么多人给它贡献代码，然后里头还有一堆工程师吭哧往前这个完成 OKR，然后把这个系统往前开发，然后你要让2个版本合并在一起的话，这个挺难的啊。但是原来一直10几个版本都是这么做下来的。现在最新的谷歌的回应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开发过程都变成内部过程。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提意见的，也还是可以提 pull request 啊，你们外部贡献代码我们依然接收。但是呢，在谷歌审核之后呢，也有可能被合并，只是中间的版本和过程都没了，对吧？原来等于是你中间你提了一些 pull request，我还会给你合并进来，有一些这种小的零碎的版本就会出来，特别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发现哪儿有漏洞啊被泄露了，那么它也可以有这种小的版本出来那么以后的话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你就提完了以后，我就不回复你了只等着我最后发行版本的时候，谷歌统一的拿出一个版本来然后这个版本还是开源的，还是会把源代码给大家。那么这样的话，中间的小版本不用维护了，内外2个版本的分支也不用再去折腾了谷歌的工程师也不需要做最后的合并了实际上就是干这么个事儿。那么总结一下是什么呢？代码还是开源的至少承诺还是这样的至于后边到底怎么干这个事儿，不知道了因为这个 Oracle 当时就是我承诺开源，后边就不开源了这个一次都没有再更新过代码，叫 Open Solaris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软件，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说我不信任你了。第二个就是开发的过程不再开源了，原来也没有完全开源，现在呢就是除了定期发布的新版本之外，中间的所有过程统统隐藏了你也不用去管它，说今天发了点什么东西，明天发了什么东西，没了这就是它现在真正发生的一个变化了。那么我们后面回顾一下安卓系统的前世今生这还是一个在这个2000年前后吧，2000年后吧，一个非常伟大的产品，对吧？很多人说乔布斯重新发明了手机，但是安卓我觉得也是发明了整个的依靠开源系统，创造了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整个的一个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奇迹这个所以安卓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产品。这个公司呢是2003年创建的这个公司创建的时候应该就叫安卓他的老大叫安迪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姓安名字叫安迪。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呢被谷歌以5000万美金给收购了，所以这个公司不是谷歌就这个产品不是谷歌创建的是谷歌买的然后最早的安卓系统呢也不是给手机用的最早的安卓系统是给这个各种的
小型设备啊，各种的这个叫做智能设备去使用的，包括这个手机，包括各种移动的设备都可以去使用啊。所以一开始呢，安卓的定义是相对比较宽泛的。2007年啊，就是一个奇迹之年了啊！1月9号，史蒂夫·乔布斯在 Macworld 大会上首次展示了 iPhone 啊，这个就是奇迹之年到来了。2007年6月29号 ，iPhone 正式开始销售啊，但是要注意啊 ，iOS 这个名字是2010年才开始有的啊，在这个前面呢，它这个操作系统叫 iPhone OS，不叫 iOS 啊。所以这个奇迹产生了。那么到2007年11月5号，谷歌正式宣布安卓系统开源了啊！以前这个产品是不开源的，对吧？那么现在 AOSP 就正式诞生了 ，AOSP 诞生于2007年11月5号。谷歌为什么干这个事情？是为了联合 HTC、三星等34家企业成立开放手机联盟，正式发布就是正式发布安卓的开源代码。到2008年是安卓元年啊，2008年的9月23日，由 HTC 代工的 T-Mobile G1正式亮相啊，安卓正式对外发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机了。然后2008年的10月22号正式开始销售，这就是安卓是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不是一次开源的胜利，对吧？开源战胜闭源，虽然我们没有把苹果干掉，但是绝对是抢到了大半壁的江山啊！在整个的移动互联网上，安卓设备绝对是数量领先啊！虽然挣的钱没有人苹果多，可能所有安卓手机厂商的盈利加一块都没有苹果一家多，但是呢，所有的安卓设备一定是比苹果多得多的一个数量，使用安卓设备的人啊也是要比苹果多的啊，这个是安卓的一个胜利。各个手机厂商呢，在根据一些开源系统定制自己的系统啊，这个是在安卓开源之前，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啊。一开始，比如说摩托罗拉啊，他们有自己的系统啊，然后像这个诺基亚玩塞班啊，爱立信好像也玩过一段时间塞班啊，大家都是拿一些 Linux 开源出来的一些系统自己改来改去的啊，最早都是这么干。谷歌拿出一个新系统来，如果要求手机厂商使用的话，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难去搞定的。但是开源了啊，再拿给手机厂商，就大家容易接受一些嘛啊，确实是如此。当时 HTC、三星还有34家，因为当时手机厂商还很多啊，但是现在这个34家绝大部分都已经不见了，对吧？你说开源系统真的让这些手机厂商成功了吗？没有啊，并没有。传统的手机厂商通过开放系统和标准得以转型，这个才叫真正的成功。但实际上，传统手机厂商随着安卓的发布都被淘汰了，都死了，对吧？所以安卓并没有让传统手机厂商去转型 ，HTC 也不见了啊。现在啊，这个真正随着安卓开放的时候，这个联盟里的这些手机厂商，唯一还在努力折腾的就是三星啊，它现在是全世界手机出货量的第1名啊，这个就剩它了，其他的基本上都被弄干净了。那你说安卓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按照我的想法，安卓的成功其实是离不开中国的啊，这个全民转型、弯道超车。当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赶快冲啊！因为在前面的软件时代有各种的版权、各种的专利啊，中国人搞不定啊。到互联网时代呢，我们其实在努力追赶啊，在这块上我们觉得有机会可以追上，但是呢，西方还是发展的很快的，还是没有追上。等安卓出来的时候啊，中国觉得我终于可以弯道超车了，这玩意儿开源的，对吧？那我可以去用啊，这个造硬件、造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造出来啊，但是这个操作系统我们搞不定啊。你现在有了一个标准，我们就拿去使呗，对吧？那么中国随着安卓的发布，我们去搞了什么叫山寨转型安卓？其实大量的山寨机的工厂全都转成安卓了，在转的过程中还是折腾了一段时间，一开始还是在做这个山寨，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山寨，并不是说你去山寨 iPhone 啊，山寨这个谷歌呀，山寨什么东西，不是啊。标准的山寨手机就是山寨诺基亚，对吧？不是山寨任何其他东西。就是打败诺基亚的，其实也不是安卓，打败诺基亚的是这个山寨啊，把山寨把它整个干掉了。那么在安卓出来以后，山寨厂商就开始逐渐的转型做安卓，然后等到小米，特别是红米手机发布了以后，就彻底把山寨厂商全都给挤死了，对吧？当然诺基亚也死掉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模拟的了啊，所以最后就通通转到安卓阵营里边来了。而且呢，在安卓发布以后，是以国家级的力量去支持，说你们必须要去做安卓，对吧？2009年，政府关注到了安卓系统，并且要求整个手机产业转型。2010年，中国移动跟很多的这种部委一起做了一个公司，叫波斯通讯，搞出了一个东西叫欧凤啊，应该叫 Open Phon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是国家基本上是叫国字头的安卓系统。后来这个波斯通讯的很多人是在国内各个手机厂商、各个这个安卓固件厂商里边去领军的，都是他们那儿来的啊。这个所有政府主导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努力让大家去干事情，但是干完了以后呢，通常是叫成功不必在我啊，或者功成不必在我，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他们确实是为整个行业进行了早期的尝试，然后进行了人员的培养和输送。百度在这个里边也做出了非常非常突出的贡献啊！这个就像今天百度在做文心一言、在做 AI 一样啊。百度一开始在做这个安卓的时候，说我们要去做移动了啊，整个百度公司转型啊，就跟现在这个李彦宏上来说，我们就要去抓住这条路，一定是对的啊。他们当时也是这么干的，挖了各种的国内外的高级人才出来去做安卓系统。啊，当然了，百度呢一直也是这样啊，比较着急，发现没怎么挣着钱，把他们都给裁了啊，然后裁完了以后，又为整个的社会输出了大量的人才啊，所以当时我们去做安卓人员招聘的时候啊，这个经常是要看履历的啊，履历都是这个人原来可能是诺基亚的、三星的或者是摩托罗拉的啊，然后呢在波斯通讯干过。再在百度里边干过一届啊，根红苗正啊，这就是好样的安卓人才啊，都是这样的一帮人出来。所以啊，这个要感谢国家，感谢中国移动，感谢波斯通讯，感谢百度啊，有整个中国的这个安卓手机市场的这种繁荣。2010年，米 UI 就出来了啊，大家注意啊，小米手机是在米 UI 的基础上做出来的。现有的米 UI 啊，就是中国有很多玩刷机嘛，啊，做各种的这个安卓改装啊，或者安卓的这种分支啊，做了一堆这样的东西。到2012年，华为做出了这个 EMUI 啊，这个就是华为最早的操作系统。然后摩托罗拉跟三星在中国都设有研究院啊，这个培养了大量的安卓人才，后面都散落在各处。我以前有很多同事都是从摩托罗拉研究院、三星研究院出来的，啊，后来联想还收购了摩托罗拉，等于整个这一块是我们为安卓系统做出的贡献，或者说我们也是借助安卓系统，对吧？正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手机的这些代工厂在为全世界生产手机。果链就是在中国啊，在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依赖中国，现在当然在慢慢往外迁移。而安卓手机大量其实都在果链上下游企业以及果链周边企业里边去制造出来的。大量的开发者涌入啊，大量的开发者涌入，直接搞出来这个中国只有中国存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你到美国去说有没有移动互联网时代？没有，我们这儿就是互联网时代，一直在玩下来。对吧？他们到现在很多的服务都依然是网站提供的，但是在中国就是每一个网站都要有自己的 APP 啊，都要有自己的应用程序，对吧？我们有大量的专门在移动上、在手机上去存在的这种商业模式、商业形态啊，所以只有中国再去喊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当然了，这个是谷歌愿意看到的啊，这个。当年在这些年里头，在
谷歌中国的老板就真的是躺着赚钱，对吧？你往那一躺，说这个业绩蹭蹭的就涨上去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是谷歌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智能家居。这个咱们现在买的什么智能冰箱啊，什么相框啊，好多这些东西里头其实也是安卓，但是这些安卓呢，就是拿 AOSP 过来，也不到谷歌那儿去认证，也不到谷歌那儿去做各种的这个测试，都没有啊，我们也没有 GMS， 我就拿去使了，对吧？这其实是谷歌不喜欢的还有什么呢？智能座舱啊，就是咱们中国玩的很溜的这些电动汽车啊，这个里边智能座舱的部分其实也都是安卓啊，这部分谷歌也控制不了。还有一些智能的可穿戴设备都是安卓，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再加上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程序员在里头，那咱们就搞呗，对吧？我只要把这东西做出来，我就可以在里面去安装各种的现有安卓应用了，对吧？我记得我那次做威马汽车里边还装了学习强国呢，对吧？包括我们玩的各种什么 VR 设备里头，实际上都是安卓。那么这些设备都没有向谷歌去申报过，也没有让他们那儿去检测过，对吧？都没有进行兼容性测试，这个其实都是谷歌不希望看到的但是你开源嘛，你没办法，我们就拿来使了。谷歌呢，其实也一直在跟我们做斗争了为什么呢？要做斗争，就是安卓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分叉分很多很多的分支。那么谷歌作为安卓的所有者他还不是说贡献者，他是所有者，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分叉，所以就努力的开始推这个2009年就有了安卓2.0引入了多任务管理，2011年安卓3.0专为平板优化，因为 iPad 出来了嘛，对吧？我们也得有平板这个就一步一步的推下去。早期呢版本是比较混乱的因为那个时候硬件也不统一，而且硬件性能比较差。这个 G1是一个侧滑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那个手机它的那个形态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形态，这直板手机，然后从侧面划开了以后，底下是一全键盘，对吧？这个算是一个打样失败的产品我自己还有2只安卓的这个3星相机，一个叫 Galaxy Camera， 还有一个叫 Galaxy NX Galaxy NX 还是可以换镜头的微单相机，对吧？所以大家都去做各种各样的安卓设备，那么它的这个版本就会搞得越来越乱。厂家呢都需要做大量的定制各个厂家都想在安卓的基础上去分叉。其实像原来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厂商都去玩什么塞班都去玩这个的时候，都是自己分一个叉，然后就不再管其他人了。这个事儿是谷歌不能允许的，所以谷歌呢就祭出了一个杀手锏是什么？就是超高速迭代就是我每年一个新版本，然后这个版本上来了以后，还是改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我花大量的钱去对安卓新版本进行宣传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手机厂商没有使用最新的版本，你手机卖不掉了，你必须得跟着我走，对吧？那么为了统一打样，还寄出了自己的亲儿子这样的一个系列谷歌说你们做的这些东西都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安卓应该长什么样自己做了一大堆的这个谷歌亲儿子。G1呢也算亲儿子只是模样走歪了这个侧滑盖有点太过分了。然后出的是 Nexus One这个也是 HTC 出的，就成为正式的直板手机了Nexus One 出来以后，说你们就照这样做这个就是正确的。然后是 Nexus S 和 Nexus和 Galaxy Nexus这2个版本，一个 Nexus S， 一个 Galaxy Nexus， 这2个手机呢都是3星做的。对吧？他这个我不能说这个亲儿子都在这个 HTC 这家这是大老婆，对吧？那么还有这个小老婆、二老婆也需要这个有亲生骨肉可以传承所以他又跑到这边去雨露均沾了一下Nexus S 和 Galaxy Nexus。那既然雨露均沾，那继续呗，对吧 ？Nexus 4和 Nexus 5是 LG 做的，然后 Nexus 6是摩托罗拉做的那么都要有这个传承嘛。对吧？这个谁也不能厚此薄彼，对吧 ？Nexus 5X 这个版本呢又回到了 LG 这个咱们是按年代排的然后再往后是 Nexus 6P， 这个版本是华为做的。到这儿就到头了就是 Nexus 整个的系统到 Nexus 6P 就往后没了。
再往后呢，谷歌也想明白了，说，哎，我跟你们每一个手机厂商合作来合作去啊，这事儿不对啊，这个你们自己还打来打去的，而且你们做了我的手机以后，还卖你们自己的产品，这个都是给你们打牌子的，这不能干这事儿啊！我以后要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这个时候呢，整个的果链企业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后边玩这个叫 Pixel 的系列啊，现在应该是 Pixel 9了吧，还是8，我忘了。都是什么呢？谷歌设计了以后，直接找富士康啊，说你能给苹果做，你也给我做吧，对吧？这个后面的 Pixel 系列都是富士康做的，因为富士康自己虽然做很多手机，但是他不卖手机。前面 HTC、三星、LG、摩托罗拉、华为都是自己卖手机的啊。那么后面就开始真的亲儿子了啊，就这些儿子就直接是这个等于谷歌自己就造出来了，这不再有任何的妈了啊，只有爹了。那么安卓呢，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走向了封闭啊，在前面是比较开放的，开放呢只是帮助了安卓的诞生，真正崛起其实跟整个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弯道超车是非常相关的一个过程。而管理这些中国合作伙伴呢，本身就很麻烦，对吧？中国人聪明勤奋还卷，对吧？不断的分支出来。GMS 呢也没那么好推，因为中国境内不允许 GMS 落地，所以这些中国的手机厂商都名正言顺的给你出这个不带 GMS 的版本，对吧？我们只有在出口的时候，我才去找谷歌去认证，然后把 GMS 装进去，对吧？才搞这些事情。在国内，你先要把这个 GMS 自己在中国落地的法律问题解决掉，我才给你装，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谷歌就开始逐渐封闭起来啊，首先是 AOSP 的维护越来越官方啊，不再走这个社区路线了。另外 AOSP 中的组件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啊，都迁移到 GMS 里去了啊，因为 AOSP 是开源的嘛， GMS 是闭源的。比如说呢，日历、消息，也就是咱们发短信那个应用，原来呢都是 AOSP 里边的应用，现在说不行了啊，你们都需要进行谷歌身份认证才可以使用。啊，你要使用谷歌的这个 Calendar 啊，你要使用谷歌的 Messenger 啊，这个因为他看到苹果也是这么干的啊，因为苹果的这个通讯还可以玩这个FaceTime 啊，他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统一起来，所以这些东西就直接从 AOSP 里删掉了。而且你说我想给 AOSP 自己补一个不需要谷歌认证的日历行不行？对不起，不通过啊，你提的所有 pull request 都不可以审批。对吧？它是这样的，越来越封闭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安卓也逐渐进入了瓶颈期，兼容各种硬件导致呢系统相对比较臃肿。啊，这个你像苹果 iOS 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所有设备都是苹果自己设计、自己去有规格去掌控的，对吧？那么苹果过几天说，哎，我旧的版本不支持了，大家都去买新手机啊，对吧？它就是保证。啊，所有的手机的硬件是一致的，对吧？但是安卓就没办法，你从这个$100以内的手机到这个接近$1000的手机都是有的，或者$1700的手机都是存在的。那你这个要把所有的硬件都兼容起来，特别还像华为这种玩意儿还出3折叠，对吧？横着翻、竖着翻，各种折叠屏它都要搞。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这个为了让所有的应用在所有的这个手机上都可以很好的运转起来。这个操作系统只能越做越麻烦啊，越做越大。安卓的应用生态或者叫应用库呢，是安卓最大的资本。现在呢也有点尾大不掉。那你说我现在想出一个新的安卓版本，哎，原来那个应用不支持了，那是不是还有人愿意用呢？对吧？这也是他们很麻烦的一个问题。手机厂商呢有时候也不愿意升级，它不像苹果似的。苹果每次说，哎，我今天升级了 iOS 18.3、18.4，升级了以后。24个小时，可能60%-70%的手机升完了，然后再过个可能1个月啊，这可能90%几的手机都升完了。安卓呢，都经常是什么大版本更新啊？我现在是安卓14，啊，升级完了以后，要过1整年，能够有1半的手机升级就已经不错了，对吧？它这个碎片化越来越严重。手机厂商为什么不愿意升级？因为你每次升级了以后，还得给你做适配啊，而且升级的过程还有可能造成一些失败啊，然后。你又这整个的这个售后啊什么这个成本都会上升啊，所以手机厂商不愿意升级。而且呢，手机厂商想着什么？你升级了，你买个新的呀，
对吧？我是卖手机的，你去买个新的，你不要在这个老把旧的手机升级来升级去的，这多麻烦啊，对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现在呢，AI 的新方向，甭管是苹果还是安卓啊，都在摸索，所以安卓现在逐渐走向瓶颈，这就是它的一个前世今生。那么下边我们来讲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走向更进一步的封闭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是手机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对吧？刚才我们讲过，安卓成立的时候有34家手机厂商加入联盟，一起去做手机。现在大家数吧，你能数得出34个手机品牌了吗？对吧？谷歌自己的啊，苹果的、三星的，这个 HTC 现在还在不在我都搞不清楚了啊 ，HTC 可能还在。然后联想、摩托罗拉的有时候还会冷不丁冒个手机出来，剩下的 LG 应该有时候还有手机，索尼的手机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啊，就是反正索尼的手机更新的已经非常非常慢了，其他都在中国，对吧？这个小米、华为、OPPO、vivo、荣耀，然后中国其实也就这些了，其他的没了，对吧？就是这个手机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了。那你开放不开放？你原来做这些安卓手机的，你肯定还得接着做下去，对吧？那么我再去开放，我也吸引不来新的了。原来开放的目的是吸引老厂家加入，对吧？现在没有老厂家了，都死了，对吧？所以没有必要了。第二个，谷歌也得降本增效一下啊。刚才我们讲了，安卓这么庞大的系统啊，这么臃肿的一个系统，你还要这个有2个不同的版本啊，一个公开版，一个内部版，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要合并啊，这个谷歌的工程师就算是工资很高，能力很强，也会被累死的，所以不费劲了啊，咱们就没有必要了。然后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原因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欧盟最新发了个法令啊，这个法律呢叫网络弹性法案，叫 CRA，要求提供开源软件的公司要承担安全相关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将其作为商业活动一部分的公司。这个谷歌的安卓系统绝对属于在这个法令的范围内的，对吧？谷歌需要为很多使用 iOSP 的设备去提供安全保障，你发现漏洞了，谷歌是有义务去补漏洞的。但是对于那些未经认证、不使用 GMS， 也没有让谷歌赚到任何钱的产品和设备，谷歌它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对吧？这些责任按照欧盟的法律来说，它也该承担啊，这个就很麻烦。比如说吧，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没有卖到美国去啊，但是卖了大量到欧洲去。所有这些新能源汽车里头的叫智能座舱系统，就是个安卓大平板，对吧？包括比亚迪、什么吉利、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包括华为啊，它那个华为到现在为止装在鸿蒙智行上那个平板还没有用上纯血鸿蒙，里头还是带 AOSP 的。那么这些车你卖到欧洲去以后，谷歌也不知道里头到底是装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跑的，对吧？但是他要为这个事情的安全负责任，而且那是辆车，对吧？你手机大不了死个机，车出了事儿是要有很大的麻烦的，对吧？那么谷歌需要维护这些代码，赚不着钱，还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啊！谷歌觉得很不爽啊，我们不跟你玩了。而且呢，新一代的智能操作系统有可能不是安卓啊，谷歌现在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说我们是不是让安卓的吸引力下降一些，我们去研究一些新的操作系统出来。而且只要安卓还在，谷歌是摆脱不了它的中国血脉的啊，就是安卓摆脱不了它的中国血脉。小米、OPPO、vivo、华为、荣耀啊，这是全世界可能除了三星跟苹果之外的最主要的手机厂商，就都在这儿了。大量的智能家居产品啊，都是中国设计、中国生产、行销全球的，里边都装着安卓啊，还有智能穿戴设备以及新能源汽车，对吧？这些通通都是跑的安卓 AOSP 啊，那么通通需要谷歌负责任啊，而还有大量的中国的应用开发者啊，这都是在安卓里面的这种中国血脉。谷歌承担了很多的工作量，又没挣到相应的钱，现在还要为这些设备背负很多责任啊，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说不玩了啊，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玩法。
那么最后啊，咱们讲一下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基于 AOSP 谷歌生态之外的那部分会逐渐萎缩啊。原来这些系统呢，也是依靠谷歌去负责维护底层代码的，大家都去提交代码，可能跟谷歌有关系，有可能跟谷歌没关系。但是呢，谷歌负责审核，负责合并，很多版本也可以在中间进行发布啊，开发相关硬件和服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就只有和谷歌签约的这些大手机厂商、芯片厂商啊，包括一些硬件周边的厂商，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其他项目你不去跟谷歌签约，我就拿着 AOSP 的这个源代码就开始干的这些人，他们还是可以提交代码啊，谷歌也没有说你提交代码我就彻底不要了。但是呢，他们只能等到出了发行版以后，自己进去看，说我这个代码到底合并没合并进去，或者谷歌是不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使用了我的代码啊，或者是谷歌是不是抄袭了我的一些创意，用了一些这个号称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方式去更新了代码啊，这个就比较被动了。对于现在的安卓应用开发者来说呢，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啊。国内那些非认证的 AOSP 的使用者呢，关系其实也没那么大，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怎么提交代码啊，就是我们只管用啊，这个咱们都是拿来主义嘛。分支了以后呢，他们这个也不愿意再把这个代码提回去了。在国内最愿意去维护开源生态，不断往回提交代码的有一公司啊，这公司叫华为啊。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其实都没有这个维护生态、开源生态的这种习惯啊。而且这些国内做 AOSP 的这个使用者呢，他们也不怎么升级啊，我就拿了一个版本使了以后，我就这样了，我就不动了啊。这个也是国内的一个状态吧。会有一些新的操作系统逐渐被采用啊，但是这里讲的不是鸿蒙这种东西，而是新的 AI 操作系统可能逐渐的会流行起来啊，不需要完整的移动应用生态的支持啊，这个想要在手机上替代安卓这个事儿依然是不可行的，像鸿蒙这样是不行的，只有新的场景啊、新的使用模式、新的交互方式才有可能带来新的操作系统。那么最后要跟大家讲，安卓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而安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丰碑，对吧？它真的是创造了一个时代。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谷歌进一步收紧安卓系统开源过程的一个契机吧，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整个安卓的故事。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今天就这一个故事。好，看看有什么评论。今天下午，缅甸7.7级地震导致曼谷一些高楼倒塌。曼谷好像没听说倒楼吧，就是有一些建筑在建的房子倒了，好像大的没有听说倒楼这个事情。现在报的是7.9啊，而且讲的是一旦到7.9的话，就是无上限了，对吧？因为一旦这个地震到8呢，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就可以不需要你的许可就直接进来救援了。而缅甸现在还是军政府啊，所以一般就是讲7.9啊，就是大的地震到头的就是7.9。在新加坡有震感吗？对，我也关心这个事儿。据说是云南、泰国、越南都有震感。看标题进来了啊，欢迎。猎豹的开源初心估计是扔出去，让社区自己自愿干活。哎呀，其实国内呢，很多的企业选择开源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想明白他要什么啊，或者想要一些很不切实际的东西，这个挺难的啊。像现在，比如说 DeepSeek 开源，他可能还能想清楚他要什么。大量的开源系统都想不明白。这个老范啊，今天看你视频，我去查了一下上市公司年度分红额和总利润的比例。小米过去3年平均是9%，比亚迪是30%，固定比例。这说明比亚迪获利能力比小米强多了，又舍得给股东分红利润嘛？其实小米我看到有一些报道是说小米就基本上不分红，
就互联网公司其实都不怎么分红，对吧？就是我让股价涨就完事儿了。这个真正分红比例高的是谁啊？是这个格力啊，董明珠董大姐那是真分红啊，他们是每年一半的利润都分红啊，只要我挣多少钱出财报，然后一半的利润拿出去分红。这个小米这一块呢，就算分，其实也就是意思一下就完了。小米是做过几次回购，但是真不怎么分红。湖南从32度一下降到8度了，脸都冻木了。哎，今天我这儿也是特别冷，就是每次都有倒春寒啊，就是停暖气了以后就要冷一下。谷歌的手机怎么看？安全和隐私方面是不是准备学习苹果要闭源呢？呃，我觉得谷歌手机还是需要稍微有点工程师能力，或者说稍微有点愿意折腾的人才去使啊。这个如果你说我实在不想折腾，建议还是用苹果。现在全世界都在用宫崎骏风生成图像，这个你可以用这个什么呀？我经常喜欢用皮克斯风，也挺开心的。先点赞，好久没赶上直播了啊，欢迎。Grok 开始收费了，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弹出了缴费框，每个月30刀，每年300刀啊。这个你在这个什么里头用啊？你像我现在都是在 X 平台上用，因为我的 X 账号是每个月$8的那种账号，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我每天问他问的很开心啊。开源并不一定得是一个社区或者一种民主，对，只是说源代码共享和使用权利啊，固然很多成功的开源有伴随着社区过程，但是开源不是说一定要有社区过程。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开源也是有原教旨主义者的，对吧？他们呢就会去这个说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遵循整个的社区规则，没有礼貌或者没有这个遵循文化，所以呢，我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然后呢又很宽泛，就是你说我就把代码扔出来算不算开源也算，对吧？包括现在这些你比如说 Llama DeepSeek 千问这些模型扔出来，你说它算不算开源呢？你也可以算，但是呢，它又跟这个原来的这些开源软件不一样了，因为第一个你没法复现它你也没法去给它提 pull request，你说我对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有点什么意见，我帮你改一改，没有办法，对吧？你说我提一些ISO进去，它也不理你，对吧？但是我又拿出来让你用这个就是都在发展吧。30刀有点贵啊，这个但是它那确实好使你这儿没事啊？好吧，我在必不成功啊，这个说的是谁不知道啊？功成不必在我倒过来读试试。对，后来我倒过来了。新加坡离开缅甸还很远吧？是的，新加坡还是有点距离的。先点赞2倍速追赶，好的。这个是不是涨价了？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账号好像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付费呢。就是肯定再过一段时间再续费呗，续的时候再看。汉语博大精深，哎呀，其实每一个语言只要是真正有人用的都博大精深。对，离缅甸很远，但是清迈好像有房子受损。好吧，这一次是挺吓人的，因为北京前几天也是，不是这北京，应该是北京周边的一个地方前几天也地震了。我还是有感觉的，晚上睡觉突然就觉得床晃了一下，然后家里的华为手机就开始报警了，苹果手机是没这功能的。有些电车也是，对，这个很多电车上都是用的安卓系统，人家开源强国遍地专家，人家闭源强国缺少人才。这个反正真的是赶上这一次了。其实现在索尼的相机也用的也是安卓系统，不是吧？索尼哪个相机用的安卓系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没有。Pixel 手机是一个什么情况？Pixel 就是谷歌自己定义，然后呢找富士康生产。但 Pixel 的销量其实一般因为它都做的比较贵。谷歌呢做手机的意思是打样我告诉你这东西应该长什么样，你们照这样做，所以它一定会做的比较贵、比较好的。
移动互联网的优势是啥？例如我看老范为什么要拿个小手机盯着看呢？笔记本大屏幕，我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画面，一边画图片啊。你还在画图片呢？好吧，最近我也在画图片啊，只是画的比较慢。这个还是方便啊，因为我现在从后台看到，看我节目的人里头，大概有50%多的人是用手机看的，就是 YouTube 会给我统计，对吧？而且你要知道，手机的用户数和用户时长是要比这个PC 要长得多得多的啊，非常多的人去使用手机。移动互联网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更多的用户，更多的使用时长。所以赶上移动互联网风口的这帮人，就真的是你躺在那儿，就有新安装，就有新用户进来，它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现在 AI 之所以搞不定，就是因为你没有新用户，没有新市场啊，这个是很关键的。老范讲历史，哎呀，这个咱们就讲个股呗，对吧？主要是蔑视知识产权 AOSP 适合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啊，这个跟知识产权有关系吗？这事儿来了，点赞啊，欢迎。谷歌想重做安卓，微软想重做 Windows。谷歌呢，倒不是说想重做安卓，它想重做另外一个操作系统，比如说它中间做那叫什么鱼的操作系统，推了几次也没推起来。就是我前面讲过鸿蒙操作系统的时候，我说谷歌其实也想做这种东西。就是依靠一些更轻的这个前端实现，然后让它这个系统可以跑起来。所谓更轻的前端实现，就是类似于像浏览器这样的前端实现啊，而不像现在这样。就是为什么原来不能这么干？因为原来手机的性能差，对吧？你要靠浏览器直接渲染，靠 H5，靠这些东西的话，它跑不动啊。最早惦记上 H5的全套 H5的人是谁？是扎克伯格。这个他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纯 H5的 Facebook 版本，后来说实在搞不定了啊，这个效率又差，兼容性也差，然后很多的这个人啊，拿着这个安卓手机或者拿着其他的手机以后，打开 Facebook 应用长得不这样啊，所以最终放弃了。现在的话，这块就已经好非常多了。好像索尼相机基本不是安卓，对我印象里应该不是安卓，安卓还是挺慢的一个系统。这个有安卓的是裁减了很少一部分安卓，允许下载安卓 APP，这个应该没有吧？我还真不知道。你告诉我哪个索尼的相机是型号是有安卓系统的？这个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其实就是闭源了，为什么这么做？懂的都懂啊，这个不能乱讲。范老师可以开科技史专题，没有这个科技史呢，你还是要做很多考证，对吧？像我这个呢，就是在 Grok 的帮助下，Grok 3的帮助下，就这个跟大家聊点开心的事情就可以了，对吧？这个塔主晚上好啊，这个是不懂的都不懂啊，是这个懂的都懂这个话，其实是这个好像你懂似的，其实大家都不懂。上期直播咱们没看见你啊，这个塔主茶话会啊，是这个不能每期都在啊。科技史老范的科技史好像很一般，这个科技史都是由 AI 提供的，对吧？我呢能记住一个大概当时我遇到过什么事儿，我记着什么事儿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呢靠这个叫做 Grok 3啊，去把这个我记住的这些支鳞片爪啊，再把上下文找一找啊，这就是我讲的科技史故事了。好像谷歌近期几十亿美金收了家安全公司啊，叫 Wise 还叫什么？是确实收了家安全公司。刚查了曼谷因地震倒塌的大楼，此前已经封顶啊，承建方为中铁啊，这丢人丢的，好吧？啥时候直播啊？还有人惦记塔主直播呢。订了个 Shift Phone 8啊，不知道会不会黄啊？应该不会黄，能做出来。但是以后再有很多像什么 Nothing 啊，什么这样的这种，就是突然冒出来的牌子会越来越少。不够抗震，封顶了，结构应该已经成型了。我也是这么理解的，肯定还是有问题啊。
我前一台手机是 Pixel， 几乎没经过认真设计，再也不会买了。是的，就是反正我拿 Pixel 手机，基本上感觉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半成品啊，或者说是一个工程师的这个实验产品。像原来我们是安卓程序员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台 Pixel 去做测试啊，因为你首先要保证你的这个应用在 Pixel 手机上跑的是对的，然后再去适配其他的啊。如果你的 Pixel 都跑不对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应用是有问题的。这个上期读屏有国企的大哥要去马来的大哥还在吗？不知道啊。有人在欧洲啊，是你已经涉嫌寻衅滋事了啊，这个不能乱讲。买这个的估计都在欧洲是吧？我就没听说过这手机啊。今天这个故事分量很足啊，是时间比较长啊，所以今天就一个故事啊。今天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老范能说说国内厂商不采用鸿蒙的最大原因吗？谁采用鸿蒙？连华为自己到现在只出了一款纯血鸿蒙的手机，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发视频骂的那个手机，对吧？这个叫Puro X 啊，就只有这一个是纯血鸿蒙的，其他全都是带 AOSP 的，包括华为自己的手机。我有个问题啊，谷歌靠安卓怎么挣钱？呃，你有这个叫 AdMob 呀，对吧？你有 AdMob 就可以在安卓手机里头插广告啊，你就可以通过安卓手机挣钱呀，所以还是挣到钱，虽然挣的钱不是很多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安卓手机上给我打赏啊，他们也是可以抽30%的啊，在安卓手机上订阅，他们也是抽30%的，在安卓手机上打游戏啊，做这个各种的付费都是抽30%啊，是这样的一个生意模式。但是谷歌它的核心收入或者80%-9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广告，它的广告大概我忘了多少，应该肯定是70-80往上的一个数字是来自于搜索广告啊。这个所以这些边边角角的什么安卓啊都没有给谷歌挣到特别多的钱啊。每一次说哎我 YouTube 广告挣钱了，这个对于谷歌的财报来说都是巨大的亮点，对吧？你只要离开了搜索广告盈利，对于这个谷歌来说都是很好的事情。我比较喜欢自己换电池的手机。谷歌说对 Pixel 支持多少年系统更新，我觉得很扯淡啊。毕竟锂电池的寿命也就是1-2年。没有啊，你像我这个手机，我这个是华为 P30，这已经是几年了，也还使得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默认搜索引擎是谷歌啊，就挣很多了啊。这个一方面是默认搜索引擎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广告也都在里头。谷歌里头应该走的是 AdSense 啊，这个你在移动应用上走的是 AdMob，是两个不同的广告系统。小新说鸿蒙是安卓套壳会被骂的，没有说套壳，我从来不说鸿蒙是安卓套壳，对吧？就算原来里头是带 AOSP 的，我也从来不这么认为。这个谷歌就为了苹果把搜索引擎设置成谷歌，就支付了无数的钱啊，有数有数。人家说我们是这个根据我的搜索广告的收益啊，这个给你分钱，我挣了多少钱给你分。然后啊，这个设备授权挣钱，Google Play 挣钱，这个默认搜索引擎也挣钱啊，它挣钱的地方还是多，只是加一块儿其实不是特别多啊。曼谷已经封顶一栋中铁石承建的大楼倒塌，是泰国审计署的新办公楼啊。好吧，这个我们又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了啊。大楼楼高30层，137米，设计方是一家意大利公司，施工方是中铁石局。此前大楼已封顶，正在装修，希望都活着吧，点个赞，回头追回来，好吧？这个塔主再点评几句，分量就更足了啊！是欢迎。今天画风太治愈了，我已经笑了一整天了啊！哪个画风？我吗？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镜头稍微往下一点？国产手机不用鸿蒙，应该是跟华为本身竞争关系啊，情愿靠谷歌，也不愿意被华为拿捏吧。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还都要在海外卖手机，对吧？你上了鸿蒙，你咋到海外卖去？中国的镇级短信被占用了，不然所有手机都应该报警啊，而不是华为。好像现在安卓都是报，苹果不报。地震报建，苹果在日本就没问题，应该是国内运营商不支持。呃，这个回头我研究一下，是不是有办法？我可能没设对。我以前参加过几年的 Java 的开源射击课程，每年还得付$100，这个然后给人义工啊，这是什么情况？Oracle 原来是干这种事儿，他们是要收会员费的，但是具体收多少我忘记了，这个也很神奇。A7R2 就是安卓，可以装 APK 啊，不是安卓，那个绝对不是安卓。这个，我现在查一下啊，索尼有哪些相机是安装安卓系统或安装 AOSP 可以使用安卓应用的？这个 A7R2 里头是可以装应用，但是呢，它装的不是安卓应用。哇，还在思考。我印象是真没有。对，索尼的传统相机，包括阿尔法系列，叫 Saber Shot 系列，Cinema Line 系列，均未采用安卓系统或 AOSP，因此里面无法安装安卓应用。这些相机通常搭载的是索尼自研的定制操作系统，基于 Linux 啊，它基于这个改的。然后这个它可以去跟这个安卓的应用去互通，但是里头装的绝对不是安卓系统。然后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相机应该也都没有安卓啊，应该是这个索尼是有安卓手机，然后呢，它的电视是装安卓的，这个其他的应该都没有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解答。我买了油管会员，可以黑屏听。我看节目的方式就是基本用音频听。刚才一会儿功夫，我去买个咖啡，买个菜，把前几天送去洗的羽绒服又取回来，就这就是一个客户场景之一。是的，H5搞不定，于是做 React，React 其实也可以算 H5的一部分吧。你的意思是老范的脸可以忽略？这个当然可以了。这个一直用 Pixel 手机习惯了也行啊，这个也有。本周又没啥开心的事儿，为什么要开心呢？科技史可以关注吴国胜老师。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咱没必要特别认真的去学习这东西，对吧？开心就好。有了，某公司给 TFI 的搞笑 PR 嘛，这个是的。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 DeFi 我印象里可能也是 Apache 的这个许可证啊，就是你可以拿去分支，可以拿去商用，随便。但是呢，你必须要说清楚你用的是 DeFi，要保留我的 logo。
然后呢，不是某公司给他去做提交啊，而是这个有一帮愣头青拿着 DeFi 的系统呢去给人做部署。部署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换这个叫做什么呢？换这个 logo 啊，然后呢，肯定他是给这个珠海那叫珠什么那个药厂啊，去给人去换这个啊，去给人做部署去了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系统集章去部署，部署的时候可能还说这是我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然后就生生的要把这个东西弄上去，因为 DeFi 升级升得很快。对吧？你不去给他做这个提交的话，你下次升级完了以后，它等于又变成 DeFi 了啊，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这帮人又懒得自己去维持一个产品线，对吧？他就出这种可笑的事情，还上去骂人啊，用这个官方邮箱去骂人啊，这个就有点儿，哎，挺没素质的这个事情。平时 AI 收集信息资料是如何快速核查真实性和准确性啊？这个，现在呢肯定是多上几个，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然后比较重要的资料呢，就进去，看一下原文件，因为你网站上的信息你也没法确认是真实性、稳定性嘛，啊，真实性、准确性嘛。我笔记本也可以黑屏啊，而且不用买会员，我一边听一边画图，还一边写 LangChain，带动这个 Cohere。哎，Cohere 怎么样？我从来没用过。啊，这个 Cohere 好像是Oracle 云上是有这个东西的。很多人说它的那个什么做的很好啊，它的那个 embedding 做的很好，但是它的大模型我是从来没有用过。我第一台手机是 HTC T-Mobile，但不是 G1啊，回忆都回来了，好吧？你是到了美国才买的第一台手机啊？简历统加无良楼板，像精准爆破那种倒塌掉啊，肯定是简历桶有问题。我天，你们这些建筑人员，我就不跟你们去讨论这问题了。寻衅滋事，这是一条万能的法律，因为它有其他嘛。亨利同学，我现在非常佛系，主页带娃，更新视频没有节奏了。这个好吧，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恭喜当妈妈了，人家小孩都挺大了。都用安卓手机了，自己换电池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个何必呢？给老范打赏，在电脑上可以得到很多，最多是的，在电脑上打赏是我可以得到稍微多一点点啊，但是 YouTube 还扣呢。但是这个，你如果是在安卓手机上，跟你在电脑上我得到的是一样的，因为谷歌呢就自己不跟自己计较了。你如果在 iPhone 上打赏呢，就是苹果扣一遍，然后谷歌再扣一遍。搜了一下这个，感觉它的科技史有点文科啊，我不会去看。是的，这个我的科技史呢，就是基本上是随着自己的兴头来，都是叫亲历记啊，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经历过，我不会去做那种特别，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很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然后再研究了以后再去做这种科技史，所以呢，都是哎，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会说，哎，当时是出现哪些事情、哪些人，然后整个的史观是什么样的啊？不会干这个事儿。我只能说，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然后以此为节点，然后周围搜索一些这个枝叶来跟大家讲一讲，讲的开心就好了。微软在安卓手机上靠专利挣了也挺多啊，一台5至15刀。是的，微软是有一些专利在上面，然后 Oracle 还跟他们打了好多专利官司呢，因为这个上面有好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有好多的那个 Java 的东西嘛，所以 Oracle 一直想去跟谷歌折腾，谷歌后来也是换语言了嘛。现在还有用 Darfy 开发的吗？有啊，它版本还一直在更新嘛。如果安卓关闭侧载啊，这个其实一直关不掉的。
范老师带病直播，其实不能算病吧，就是今天确实状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看我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打一下磕巴，就是脑子没转过来。这个专业化程度高啊，这又这么卖力气，感恩这个，只是这个有时候还是讲的技能差一些吧，这个文科的水平稍微差一点点，所以关注涨得比较慢啊，这个播放量涨得也比较慢。理想开源的星环 OS 是个啥？不知道，没研究。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在推国产桌面操作系统。我有些体制内的同学已经用上了，这个好多种，就是它国产操作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很多种，而且相互不太兼容，都是在 Linux 基础上改来改去的东西。这个都推不起来啊，别费劲。理想开源的这个没研究过啊。还有一个问题，例如今天这样的选题，老范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如何结构化就一个选题一步一步分解下去？确实挺好奇这个思维链的啊，问的有点 AI 的味儿，但是一直以来很好奇啊。这个其实我一般有一个选题啊，然后我其实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会先去阅读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些东西里头进行选题，然后呢，我会去想说，哎，这个题目是不是有意思？那个题目我有什么想说的啊？首先我要确定选题，确定完选题以后呢，我会先写一个最简单的提纲，啊，然后呢去说，哎，我今天要讲这个安卓，对吧？然后，首先呢要跟大家这个开宗明义的说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你看我的节目一般开始都是说，到底是某年某月某日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啊？这是一般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个呢，有时候会讲一下别人怎么评论这个事儿，因为我还会看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嘛。如果网络上信息不是很热的话，我也不会讲，对吧？所以我会讲一下，啊，然后呢是这个仔细分析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再往后呢是这个讲股啊，这个安卓前世今生啊，最后是这个呃未来怎么样啊？然后一起做一个总结啊，有的时候还会加上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个事儿。我的所有的这个视频结构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构。对吧？这个在里边就是我先把结构确定完了以后呢，这个会思考一下，就是像我追很多热点会追得慢，比如说人家今天出的事儿，我可能过几天去出节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在脑子里就开始不断的去思考说，我要加哪块的内容，哪个地方可能比较有趣啊，就会想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拿这个AI，就是我的 AI 其实主要是填肉的，就是把这个里头大的框架给填进去。纯血鸿蒙的结局会像当年的微软做的系统吗？对，微软做过一个，呃，就是微软做的是 WinCE 吧，其实后面它也做过那个 WinPhone 啊，我估计可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WinPhone 要比它的这个，叫什么呢？WinPhone 要比这个纯血鸿蒙的决心大多了，直接就出手机，上来就搞，不像纯血鸿蒙似的，这个扭扭捏捏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到鸿蒙5号称要上纯血，对吧？也不敢真推。蔡司的相机 ZX1是用的安卓是吗？我查一下，蔡司的 ZX1是安卓吗？为什么新的图形大模型会那么慢？用的人太多呀，对吧？大家都很开心的上去玩耍，都跑去画这个吉卜力风去了啊！这个其实我也想得很明白，为什么画吉卜力风？因为它感染力很强啊，然后它的色彩呢很柔和啊，这个它可以通过线条，因为吉卜力风基本上是不怎么画渐变色的，它可以通过线条把这个人物的形态，特别是表情啊、神态，可以这个描述的很清楚啊，所以大家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要去用其他的风格的话，你会出现不像的问题啊，会出现这个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问题，所以它就可以在最简单的这个输出啊，没有渐变色，没有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线条，没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然后把最强的这个情感给你抒发出来。
我觉得现在的 AI 画图做 PPT 配图不错，那些幻觉搞笑元素正好可以调动活跃用户情绪。是的，我现在就期待下个礼拜的 Midjourney 7了啊。现在那个 Midjourney 的老板已经出来说你这算个屁啊，这什么也不是啊。这个我 Midjourney 7已经上线了，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阿尔法测试呢，下礼拜就推啊。然后这个各方面都强的一塌糊涂啊，这个非常非常期待。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整个大模型上升了啊，那么 Midjourney 把这些东西上来以后，我觉得还是会很好的。没什么神秘力量啊，就是信创啊，国产化，对，就这些东西，巨难使。迟了1个小时啊，这个今天短，一会儿就结束了，因为今天就一个故事。那种一本正经讲历史的，都会败给 AI 的。是的，可算赶上了，好久没看老范直播了。哎呀，这个欢迎啊，以后经常来。华为电脑不让装 Windows 怎么看？那不装就不装呗，这有什么？他为什么华为一定要卖电脑？为什么他卖了电脑大家一定要用，对吧？啊，当然非现在是第10了吗？我觉得早就掉出前10了吧。你在我认识的代码佬里头讲的最好的，对，这个就是这样的。我在写代码里头比较会吹牛啊。安卓如果不让侧载，我就给手机换 Linux。Linux 你侧载谁去？没什么可玩的东西啊。从核电站的控制到食品生产线都用的 Windows，想取代是不可能的。这个现在其实国内上的很多这种设备都是安卓，就是新的这种设备，安卓的多了。我用 Cohere 是因为这个 LLM 在大型企业应用中嵌入使用的比较多啊。我在写个甲骨文企业管理系统的 RAG 展示模型啊，于是选的 Cohere 啊，好吧。其实这个嵌入模型好像，这个谁的是不错的，这个 OpenAI 的肯定还是不错的。谷歌有没有嵌入模型，我还真没注意啊。然后英文版的我用的比较多的那个是叫什么来着？呃，是有一个，等我去看一眼。就是那家是做爬虫的，他们也是做这个，专门做嵌入模型，那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我怎么一下把他们的名字给忘了呢？今天的脑子有点转的不是很快呢。啊，Gina，Gina 啊，他们家的嵌入模型也很好用。我更期待 Flex 的更新，我是不怎么期待 Flex。老范的 Discord 里面真是群魔乱舞啊！这个你愿意理他就理他，不愿意理他们别理他们，对吧？而且有一大堆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话题，你可以在自己喜欢的话题里聊天。WinPhone 当年投了不少钱啊，手机和合作权、合作授权各种烧广告，不过它主力搭上诺基亚这条沉船。我当时用了一下，体验其实挺好，不过卷不过安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如果多坚持一段时间是有机会的。能讲讲怎么从头做 YouTube 吗？我爸最近打算从银行退休了，开始做油管解闷儿。可以啊，我前面其实讲过好多，对吧？我有一个播放列表叫，这个 YouTuber 什么，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YouTube，你可以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我有一个播放列表，你可以在那个播放列表里找，就是我专门讲怎么去做 YouTube。来了点赞啊！ATM 机还是用的这个 Windows 啊，对，它不是 Windows XP，它是 Windows 一个我忘了是，反正也是一个裁剪的版本啊。用 XP 就属于太粗糙了。现在这个各种手持的设备都是安卓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安卓的 ATM 机啊，可能也有。
国产安卓一直在使侧载体验变复杂，用户更倾向于使用他们的应用商店里的那个 APP 啊，因为国内还有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直接替换别人包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比较恶心了。请问老范，今后政府机关和国企能用国产鸿蒙电脑取代 Windows 的可能性有多大？基本上等于零啊。因为鸿蒙到了这些地方，你也得去跟什么红旗 Linux、跟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 Linux 去竞争去，它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生产线要求实时的系统核心，而且工控的开发软件都是 Windows 下啊 ，BTW 小可以，这个就没玩过了啊。追加一个问题，有些视频是会员独享，然后我也想看，抱歉，是 free 的个人选择。然后有些博主是中间一段时间会开放出来，不知道你这边是有没有后续这方面的计划？没有啊，这个是会员视频就永远是会员视频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会员视频呢，基本上是两种东西啊。第一种呢是实际上是三种东西啊。第一种是这个，不太适合在外边讲的，可能我骂个人啊，或者是讲一些政治不是特别正确的话呀，这个我就会扔在会员频道里，看的人少嘛，不太容易翻车啊。第二种呢是比较系统的课程，但是课程呢，其实我的课程能力一般啊，毕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做这个课程研究嘛。啊，所以有一些课程，然后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分享，这个比如说，我未来准备想干什么呀，或者说我发现哪块有创业机会啊，我可能会讲一些这种东西，啊，它不太适合开放出来。谢谢指路啊，去研究一下，挺好玩的。这个你可以先让你父亲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啊，我们的群里头有一个 YouTuber 互助群，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在里边相互的沟通和交流。WinPhone 搞了不到5年，我还真忘了 WinPhone 搞了几年了啊！这个反正最后放弃了，真的是挺可惜的。不能什么东西？鸿蒙底层是安卓啊，这个现在纯血鸿蒙不是了啊。想看啊，不能心疼钱，是的。像有些人就是说充一个会员，然后进去把它都看完，然后就把会员退了，也有这样的人。鸿蒙不可能进入这个公部门系统啊，这个替代 Windows 的这个鸿蒙看吧，看它到底是什么情况。理解，谢谢。这个安什么要有一天闭源了，谷歌应该不会给大国提交源代码吧？你对开源的理解比较奇怪啊，它从来也不需要向大国提交源代码，对吧？这个它的开源系统是在 GitHub 上。啊，就是开源代码在那上头，然后大国自己去拉就完了。而且你原来的所有的已经开过的代码，你是收不回去的啊。就是所有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都叫覆水难收，泼出去就没了。这里大部分的普通视频就已经够用了，然后会去看会员视频的那些人呢，不会计较这个会员价格。其实我的很多的会员就是一个纯支持，他们买了会员以后也未必会去看，啊，就是说想感谢一下啊，也是有的。安卓不可能闭源啊，这个闭是闭不回去的，就是你一旦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了啊。这个看完了退会员啊，这个也可以呗。也不算春困吧，其实今天第一个也是有点冷啊，突然一下就冷下来了。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昨天晚上突然停电，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了一会儿电，应该是线路检修了一下，导致呢这个可能到很晚才把视频传上去，啊，这个也比较费劲，所以今天确实是比较疲惫。国产现在 Linux 东西大范围使用，华为维护也不到位啊。最新的微信才适配，而且微信的适配呢，也是一个过程啊。就是微信里头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其实适配的都不好，就是现在呢叫勉强能用，对吧？还有一大堆功能上不去，然后过几天再更新一个版本，再适配一点点。你像微信在 iOS 跟安卓上的适配程度还不一样，对吧？所以在鸿蒙上的适配且等吧。
好啊，也聊了1个半小时了，差不太多了，今天大概到这里。这个周末呢，可能会稍微的给自己放假了啊，这个看具体情况。呃，具体的是包括会员节目可能都会稍微延后一点儿，因为今天这2天的状态实在是稍微有一些差。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